2023年7月29日，美媒 CNBC 发布了一篇标题为 How China Threatening US GPS Dominance with Baidu， 详述了中国北斗定位系统成长历程，并表示目前中国北斗的崛起方式令美国反制无能为力。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助力中国发展。美媒，中国的北斗已经威胁到 GPS 全球领导地位。CNBC 报道称，GPS 使用最广泛的卫星定位系统，全球总用户数量超过60亿。当年美国军方为了军事应用建设的 GPS， 但现在却成了民用市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谁都没想到，定位系统中用户量最大的居然来自民用。CNBC 引用众议员 Mickey Sherwood 的话称，美国以及盟友的大量基础设施都建立在 GPS 上，比如农业、运输系统、各大航空公司以及海洋运输，甚至物联网系统以及日常的导航系统等。GPS 对于美国以及盟友太重要了，已经成为社会日常运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 GPS 崩溃，全球每天损失恐达数亿美元以上。说完了 GPS 对全球的重要性之后， CNBC 的报道话锋一转表示，美国已经不是拥有定位系统的唯一国家，欧洲的伽利略和俄罗斯的格洛纳斯以及中国的北斗都是后起之秀。而最晚出现的北斗强劲增长正在威胁 GPS 在全球的地位。曾担任负责民事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的沙拉修沃尔表示，中国多年来一直明白拥有自己的全球导航系统的重要性。中国要确保导弹和炸弹准确命中目标，确保关键数据不是用来自另一个敌对国家非常关键。中国自2000年开始建设第一代北斗系统，为中国境内提供区域定位服务。到2020年7月3日，第三代北斗定位系统全面建成，但北斗早已于2018年就已经开通了全球定位服务，和 GPS、伽利略、格洛纳斯并列为全球4大定位系统核心供应商。据公开报道，2018年时，中国国内的卫星导航产业已超过3000亿人民币。28纳米的易射频基带一体化 SoC 芯片已经在物联网和消费电子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最新的22纳米工艺双频定位芯片已具备市场化应用条件，全频一体化高精度芯片正在研发，北斗芯片性能将再上一个台阶。据统计，国产北斗导航型芯片模块累计销量已突破8000万片，高精度板卡和天线销量已占据国内 30% 和 90% 的市场份额。北斗系统现已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公共安全、农林渔业、水文监测、气象预报、通信时统、电力调度、救灾减灾等领域，融入国家核心基础设施，以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中国北斗的崛起方式令美国反制无能为力。除了国内应用外，北斗系统还输出到100余个国家和地区。CNBC 表示，中国正在全球大力推广北斗应用。CNBC 引用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到2025年，北斗定位的经济规模将达到560亿美元。此外，他还帮助中国获得全球影响力。沙拉修沃尔表示，中国将许多其他形式的基础设施的出口与北斗提供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数据挂钩，它将其与中国的 5G 产品相结合，并通过一带一路和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为其提供补贴。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中国在2013年倡议并主导的跨国经济带，有近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范围涵盖中国历史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行经的中国大陆、中亚、北亚和西亚、印度洋沿岸外，还包括地中海沿岸、南美洲、大西洋地区国家的史诗般的全球经济开发计划。中国在创立一带一路时，美国完全没有在意，但随着丝路基金的设立以及亚投行成立，另外随着一带一路的中国基建输出以及一带一路在经贸领域的扩张，美国已经感受到了威胁。这个从美国在近些年来攻击中国以一带一路给全球各国带来债务陷阱的频率即可看出，美国已经和一带一路不共戴天。而北斗随着一带一路输出更是让美国如鲠在喉。前美副国务卿的沙拉修沃尔说的那样，中国 5G 正在通过与北斗定位系统相结合，开始占领这些国家的市场。一带一路所包含的国家，目前大部分还是发展中国家以及大量发展中国家和部分欠发达国家。
这些国家的市场早先是被美国放弃的，而中国开发了这些市场并将其做大。显然，美国目前很难再在这个新兴市场中再横插一杠。对于中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在全球扩张，目前美国对此无能为力。中国为什么要搞 GPS？ 以免受制于人。有了上文的铺垫，大家应该知道了定位系统是一个每年高达数千亿美元的巨大市场，所以大家挤破头都要往里钻。但在当初中国搞 GPS 时，很多人都不解，为何已经有了免费的 GPS， 干嘛还要浪费力气搞北斗？国之重器，怎可受制于人？ GPS 民用确实是免费的，只要有接收机即可使用，就算是民用级别的10米精度也足够使用。其原理倒是一点都不复杂，即用多颗卫星绕地球公转，任何定位点当能接收到3颗或者以上卫星的信号时，即可算出自身的3维坐标，并且还能根据接收到信号的多普勒平移计算出自身的运动方向与速度。明码版测速精度可达 0.1 米秒，这个速度对于导航与定位也是足够使用。简单一点形容就是接收者相当于一台收音机，而信号发布这边就是一个广播电台。三角定位即可定位平面坐标，3个绕地的卫星发出的信号即可定位球面3维坐标。所以只有 GPS 能提供服务，我们就能免费获取服务，不是吗？答案还真不是这样，因为美国完全可以关闭某一区域的 GPS 定位服务，这个其实一点都不难。一个是控制加密方式，比如在该国销售的芯片的某种特征码无法解密的信号，或者增加误码率，或者增加一个欺骗信号，定位相差数公里甚至更高，或者干脆关闭运行到该地区的卫星发射信号等等。比如降低精度的模式，启动 SA 选择可用性模式，此模式通过故意播送有关该卫星位置的不准确数据，或故意使卫星上的时钟出现同步误差，从而使 SA 的精确度下降到100米。不过克林顿已经于2000年5月1日停用 GPS SA 政策，之后一直没有再使用过。当年美国政府表示无意再次使用 SA， 但根据美国政府的尿性，啥时候重新启用不过是一纸命令的事情。一旦定位与速度测量失准，后果将会非常严重。现代飞行器、船舶等航路规划在繁忙航道附近时要求很高，一旦精度降低，很可能2架飞机或者船舶靠近到了危险距离却无从了解。而在军事行动中，定位精度偏差会导致军事行动无法开展，导弹失去准头成为废铁。定位不准影响很大是吧？但如果各位只认为 GPS 影响定位，那就太大意了。现在的 GPS 已经深入各个领域，比如授时，包括电网、电信和金融交易等都需要精确的时钟。GPS 环绕地球运行的原子钟可以让全球的重要设施保持精确的时钟，同步展开正常工作。一旦授时信号丢失，那么只凭自身的时钟信号，要不了几天就跑偏了，后果就是无法同步，最终导致整个网络瘫痪。要在20年前，估计没有任何人会认为美国会干出这种事来，但在2023年的今天，相信没有任何人会怀疑美国真可能打算这么干。要是中国现在没有北斗系统，那么全中国大量使用 GPS 设施不仅不会成为美国 GPS 优质客户，反而会被美国绑架。如果美国要威胁停用中国区的 GPS， 请问中国愿意支付多少勒索费用？定位系统门槛很高，自成一体的也就中美2家。各位可能了解到定位系统已经有4家，而且印度也有了 NC 定位系统，日本也有 QCSS。不过各位别理解错了，印度的是区域导航系统，日本的或许叫 GPS 增强系统更合适一些。所以这些都不是全球定位系统。就算是 GPS， 北斗以及伽利略和格洛纳斯也是各有高低。最强的无疑是 GPS， 而老2是谁？毫无疑问是北斗，老3是伽利略，老4是格洛纳斯。目前伽利略和格洛纳斯的全球组星已经不全，比如伽利略只有23颗卫星正常工作，格洛纳斯只有24颗，而 GPS 则是31颗在轨，而北斗则是30颗。北斗系统还具有全球其他定位系统所不具备的双向通信功能，在亚太地区的提供短报文通信服务，即定位客户端不仅能获取自身的坐标，还能将坐标通过北斗定位的卫星发送到其他客户端。
这一点在没有移动通信的恶劣环境意义尤其巨大。比如搜救，能发信息的北斗要比 GPS 欧出不知道多少倍。当然，军事意义也非常巨大，小心落入美媒的陷阱。最后，我们必须提醒一下，每次美媒都是炒作中国 XX 威胁美国，而所谓的威胁只是正常的商业竞争而已，并且我国的北斗以目前的规模而言还无法威胁到 GPS 的地位，美媒如此炒作，只不过又是一个打压中国北斗的理由。不过这次美媒的企图却是完全落空了，因为北斗已经全系国产化，美国想要打压也是无能为力，只能采用下三滥手段去抹黑中国的一带一路，造谣所谓的债务陷阱。然而随着一带一路规模的扩大，是不是陷阱可不是美国说了算。延伸阅读，走美国的路，让美国可走。中国并不只是和美国竞争，而是正在和全世界竞争。中国必须在所有产业领域都超越全世界，原因相信大家都知道了。美国正纠集西方国家联盟制裁中国高科技，企图让中国永远替西方发达国家打工。前阵子有个我国核磁共振检查仪量产的新闻，在我国技术突破前，一台检查设备几千万，等到我国突破量产了，立马降为几百万。当然这还算比较好的购买环境了，像现在我国需要的光刻机，我们花再多的钱都买不到。原因很简单，因为美国伙同荷兰以及与半导体与光刻机相关的国家组建了联盟对中国禁运，这就是我们要打败全世界的理由。只有中国一一突破了各行业的关键技术，才能让西方国家明白现在的禁运与封锁是何等的可笑。不出10年，中国在突破了光刻机以及半导体这些相关技术后，基本就不会有西方什么事了。既然美国不打算带中国人一起走路，那么中国人就走美国人的路，让美国人无路可走。